Hello， 大家好，我是温真菱，赶快订阅小公式，大大的世界从小小的开始。Oh my gosh, there's a tornado. 疯狂的天气，飓风、暴雨、干旱、野火，全球正遭遇极端气候带来的灾难。我们的地球怎么了？为此，12位关心全球暖化现象的大人小孩，将兵分3路前进北极、帛琉、挪威，在暖化最前线，一探气候变迁的真相。下课花露米，出发！位于西太平洋的岛国帛琉，是由无数的堡礁所组成，有着丰富的观光资源与海洋生态，被誉为最美丽的海洋世界自然遗产。但在全球暖化与极端气候的影响下，帛琉正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专家预测，地球均温若上升摄氏3度，将会使帛琉没入海平面下2.4公尺。面对极端气候带来的灭国危机，帛琉政府与人民如何化危机为转机？这次我们探索团要前进帛琉，向他们学习如何守护这片美丽的蓝色宝藏。Hello， 大家好，我是温真菱。我热爱演戏，也非常喜欢拍照，也很喜欢走进大自然，很喜欢探索我们这个美妙的环境与世界。但是我更关心我们的环境所面临到的生存危机。今年我接下了下课花露米的任务，将要去帛琉担任探索团的队长。下课花露米 ，Follow me go！ 我是卢卡，今年13岁，我住在垦丁的南湾。我的兴趣是冲浪，还有潜水。卢卡从小伴着海长大，家里刚好也从事观光旅游业。他期待能从帛琉学习与海洋共存的方式。帛琉的国家主要的收入都是观光的，然后观光客都是去那边玩水。如果那边没有了珊瑚，那边也没有鱼类，对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他们那边做出的研究也相对的比较大，所以我很想要去那边看看。我是许盼欣，我今年13岁。我的兴趣就是我很喜欢动物。哇，好，你赢了，你赢了，你赢了！带狗狗散步，溜蛇板。OK。我们家的环保用具有环保杯、环保吸管、环保餐盒。这个叫食物袋。我用这个装过地瓜、葱油饼、茶叶蛋，好像还装过糖。很多人都会习惯塑胶袋就直接丢，但是我们家只要弄塑胶袋是还可以，就是用，我们会洗干净。从小就是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做，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动物，所以就觉得这件事很重要，一定要救一些海龟啊什么的。谢谢。妈妈有一个认识的，之前在帛琉做国际志工的，协助我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就是他们海平面上升，他们很多住在海边的人啊，就要迁居。我是想去那边看看是不是这样子，当然也觉得他们这么漂亮，我不想他们消失。我叫肖兆静，然后我这次生日过完我就变成11岁了。最后一位团员因为住在山上，家中干脆就不装冷气了。只不过这几年好像有越来越热的趋势。我平常就是喜欢拼乐高，然后收藏一些石头。我家的厨余有时间的话会拿到我姨妈那边。哇，黑水虻它可以帮忙消化厨余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死喵哩！啊！很正冲。我想去帛琉参加探索团，原因是因为他总统有说到，其实他20几年才来1、2次台风，
可是现在10几年就来1、2次很大的台风，所以就觉得气候变迁的问题，所以我想去帮他们做一些事。现在是早上7点，然后我在桃园机场准备要去帛琉，自己带了蛙鞋，还有面镜、呼吸管。昨天晚上整理行李的时候就觉得充满期待。嗨，你好。偷拍一张照片，1、2、3。那你是会潜水的吗？我没有潜过，可是有浮潜。来了，偷拍一张照，3、2、1。这个是什么啊？吉他。你弹吉他，好酷哦！我以为你会带蛙鞋。我有带。大姐姐她的那个背包里面有一个蛙鞋，然后很长，就想说她是不是应该也会自由潜水，还是有跟我一样的兴趣？看到他了，你好，1、2、3。我们刚刚在比谁的行李最小。 I am the biggest one. I think your English is good, right? No. 因为如果你英文很好的话，还好就要麻烦你当我们的翻译了。没有。赵静就是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弟弟啊，很可爱，然后很聪明的样子。我看到他们3个以后，我就觉得非常开心，非常惊喜。很久没有那么多朋友可以跟我一起出国，一起去玩，一起去做研究。帛琉位于台湾的东南方，飞行时间只需要4小时。看到陆地了。飞越蔚蓝的大海，一座座岛屿出现在眼前。我们即将降落在这片被誉为上帝的水族箱的国度喽 ！Go！ 各位贵宾，欢迎抵达帛琉。好的，我们抵达到了帛琉，跟你们介绍一个在这里已经待了10年的，但是从台湾来的好朋友 Adam。Hello， 在这里。现在帮你们戴上这个帛琉人当地自制的这个花圈，超可爱。这个是带来好运的意思。在入境的时候，海关有没有盖一个很大的章给你们？誓词那个。没错，它是这个 Palo Preach， 就是帛琉宣言。好，它是在2017年12月7号的时候开始的，也是世界第一个在入境的时候必须做宣言的一个国家。这段宣言据说是由帛琉的儿童参与发想，签上名字后就代表你承诺好好保护帛琉的环境，如果没有遵守，可是会有巨额的罚款哦。到市中心饭店那边大概是20到25分钟的路程。那我们现在开上来这一条就叫做环岛高速公路那它不是因为它的那个时速可以开很快，我刚刚说过这边只能开40甚至以下，是因为旁边的树很高，我们叫高速公路这是笑话还是认真？这是我的歌。我一定要哄小笑一下。帛琉的海底美景举世闻名，我们第一个探索目标当然是要到水下考察海洋生物的生存状况，但在出海之前有个重要的行前准备。这是什么秘密道具？这是我的公司包工具箱，我今天有带那个这边比较特别的防晒神奇的奥秘。这边只能用它指定的一些不含有伤害珊瑚的防晒。帛琉在2020年通过法案，只允许使用海洋友善的防晒乳，是全球首创的防晒乳禁令。这个是我们这边自己在擦的，这是当地的椰子油，可以炒菜吗？它可以炒菜，冷炸跟那个熬煮的。你怎么涂成这样？白鼻星，我是保育类动物你要把它推开哦。完成准备工作，我和队员决定从帛琉最热门的景点开始考察。因为观光客最多的景点，往往会让环境承受很大的压力。我们很好奇，帛琉人到底要如何兼顾观光和环境保护呢？ Are you ready? 下课滑动饼，帛琉景点大部分是水上活动，安全起见，我们当然要先找地方确认大家的技能包。自由潜水超过5年的我，和几乎1年200天都泡在海里的卢卡，潜水当然难不倒我们。倒是另外这2位，可能需要再磨练磨练。试一下。我这鼻子会一直进水啊，就要拉紧。不是拉紧一点。你这边会一直开，是因为你鼻子一直吐气，你鼻子吸气，它是不是就会变紧了？
还好有游泳基础的2人，很快就上手。特训之后，第一站我们直奔帛琉举世闻名的水母湖。它被誉为世界7大海底奇景之一，是少数可以和上万只水母共游的浮潜圣地哦。一想到等等就能够看到满满的梦幻水母，大家爬起山来简直健步如飞。那么快就走到山顶了？对啊，它就是一个倒 V 字形，上去下来就到。现在想的事情是，等下爬上来是不是？没错。水母湖原本也是海洋的一部分，但因为板块挤压、地形抬升，逐渐形成与外海隔绝的咸水湖。而迅速适应环境、生存下来的水母，也因为没有了天敌，逐渐演化成没有毒性的水母。在湖中的数量最高曾经超过800万只哦。没错，我们到了。我跟上哦。我们等不及，赶紧下水。但是这水温好像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很突兀，水超热，而且下面是绿色，很恐怖。我就觉得这水怎么可以这么热？就是比温水游泳池的水还要热。除了水温，更让人惊讶的是，整个水母湖空荡荡的。这让我想起2016年，水母湖曾经因为强烈圣婴现象，水温上升，水母几乎消失，导致政府必须关闭水母湖2年。终于，我们发现了一只黄金水母。原本就看影片，像那种就是一大群水母围在旁边那种，然后就看到一些哩哩啦啦，然后超少，好气。但 Adam 却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这是一只白化的黄金水母，它可能正在死去。我看到白化水母的时候有点惊讶，就我没有想到水母会白化，我觉得可能水母湖需要再关闭一次。全球暖化造成海水温度不断的上升，大量的观光客也形成环境压力，导致与水母共生的虫黄藻无法生存，连带水母也失去食物来源，逐渐饿死并消失。好，我们到站了哦。我刚刚最大看到那么大的。6月多的时候，我只要这个时间来，这里下去就有。他们现在习惯睡午觉。我也希望是这样子。还是真的都没有了。多多少少跟小队员们是有点感叹，就是虽然那个湖是封闭的环境，但它的水也是从海洋而来的，里面却有这么多水母，没有办法就是繁盛下去，就觉得我们好像应该对这件事情负起一些责任。我们究竟可以选择在接下来的每一天做点什么，那就是我们的选择。离开水母湖，我们前往帛琉超人气又带点紧张氛围的地方——鲨鱼城。哦，有哎，鲨鱼哎。对，鲨鱼真的周围就有了，我们可以站起来看一下。超可爱的鲨鱼。面对极端气候，人类在水母湖能做的似乎有限，但在鲨鱼城，帛琉人结合自然与观光的努力，有了不错的成果。鲨鱼城我一下水的话，我就看到超多鲨鱼游过来，我就觉得有点忐忑，但是它们其实不会攻击人，越看越可爱。鲨鱼城是黑鳍礁鲨的聚集地，它们个性温和，游客可以近距离接触，和它们一起悠游。但由于海水升温和人类的捕杀，鲨鱼城的鲨鱼数量也曾经急剧减少。帛琉因此在2009年把跟法国差不多大的海洋范围划为鲨鱼保护区，终于让鲨鱼的数量逐渐恢复。
到很多只的鲨鱼跟一大堆小小鱼，还有那个粘在鲨鱼上面的那个小小鱼硬鱼。除了鲨鱼，专门吃鲨鱼剩食的小跟班硬鱼也吸引了大家的注意。然后我看到一只鲨鱼，它那个肚子上有3只硬鱼，我就想它应该是大胃王，而且是那个吃的东西都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位在海洋食物链顶端的鲨鱼，其实是海洋健康的关键角色。因为只有当鲨鱼数量稳定，才能让食物链中层和底层生物的生态系维持平衡，不会发生某些物种过度繁殖，破坏生物多样性的情形。鲨鱼保护区除了成功维护海洋生态，也带来惊人的观光收入，约占帛琉 GDP 的8%，比台湾的台积电还厉害哦。观光一样有可能会破坏它的栖息地，可是如果你做好就是预备，然后也友善的对待它的家，然后把它家当做自己家，那就可以减缓那个破坏。很帅哎，就是国小国中啊，会觉得天啊，跟鲨鱼离那么靠近，会被它吃掉吧？可能以前卡通看太多，但到今天就是亲眼看见这么多鲨鱼，我就觉得它们跟一群鱼共融在一起，觉得很特别。你还好吗？我很饿。上船后，大家都饿了。前往附近乌龙岛用餐的途中，船长却突然停下了船，与迎面而来的渔船做起帛琉独特的海上交易。Fish, from my brother. 你猜猜看，他是用什么换到这么多条鱼的？他们这边很简单，一物就好，只要2根盐。海上市场。Can you tie this to the tree? OK， 这里吗？该怎么绑啊 Hello， 这是我们当地的祈祷。 Hello，nice to meet you。这餐我们要品尝帛琉传统在地的美食，除了食物要就地取材外，连餐碗都要自己动手做。This is from the coconut, and this is banana leaves. Okay, you fold like this, and then go like this. Oh. Learn how to use it to make a bowl as a plate, so we don't really use plastic most of the time. My bowl is broken. Oh, broken, you wait, I give you another one and you fix. 烂碗。Yeah, that one will do. It can hold your food. 桌上有帛琉最重要的主食蚵仔，还有刚刚以物易物换来的很捞啊，以及当地特有的竹叶鸡。美食家照镜，看到美食总是冲第一。我先吃一下有没有毒。什么东西？好吃，好好吃哦。这边整桌的餐桌的东西全都是用当地的材料，不只是食物。当地产的跟那个国外进口，你觉得最大差别在哪里？国外进口，国外的还要空运过来，碳足迹会那个。其实不止食物运输过程中排放废气，还有包装加工都算是碳足迹的一环。我很同意那个食物里程，就是你在这边你就吃在地的食物，你在国外你就吃国外的食物，因为进口的东西它的碳足迹又更多。海洋是帛琉一切的根基，帛琉祖先知道怎么利用它，也知道应该适时的保护它。你们在来之前有查过 BUL 的文化吗？有啊，在某段时间禁止什么？禁止捕某些鱼类。BUL 是帛琉人传统的海洋保护机制，由酋长发起暂停捕鱼的禁令。我找到一位酋长，为我们解释什么是 BUL。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Welcome. Hi, my name is Jenny. Hi, Jenny. My name is Ngirai. My name is Jin. And Jin. 尼赖是我们这个爱莱州的酋长。I went fishing last night. This is what I can. Last night? Yeah. Oh, 太多了吧 Me and my friend, we are going to discuss a little bit about the bull. So as we go fishing, I'll tell you more about it. Let's go catch some fish. Let's go. 我
我的印象中酋长就是应该穿得很花，然后头上有一大堆东西那样子，但他打扮得很现代化，让我感觉他不是一个酋长那样。好，我们装备穿好，我们准备下水。没想到一见面，酋长就带来震撼教育，他们要展示最古老的狩猎方式——猎鱼。帛琉人至今还遵循传统的捕鱼方法，破坏性大的海底拖网、电鱼和炸鱼都不可能出现在帛琉，就连背氧气瓶潜水抓鱼，法律都严格禁止。他们就是拿一个鱼枪，然后看到想要的鱼，那就潜下去，然后潜下去之后就瞄准那个鱼，然后就 shoot。它其实离的距离真的蛮远的，可能大概5米左右。然后我就觉得，在这个距离还可以这么准确的射到鱼，这件事情是很了不起的。他们太小的鱼不会抓，可是途中有很多他潜下去，然后那个鱼跑走，他就在上。在帛琉人的观念中，你跑到鱼生活的地方去猎捕它们，最起码要靠自己的肺活量去拼搏，不然对鱼很不公平。这种和大自然公平交易的想法，或许才有机会获得大自然的回报。超大只的。 Bull is really a conservation effort. It's a mechanism. It's a system of where the chiefs of the village would observe the environment and decide if an area is overfished. Bull 的捕鱼禁令是由酋长们共同讨论并决议。一旦发现有某些鱼数量减少或正在繁殖季，酋长就会发布禁令，要求人民遵守。这个1000年的传统让自然资源得以休养生息，而帛琉政府能够大刀阔斧设置鲨鱼保护区，推动海洋进步的法令，也正是来自这样的传统智慧。他们目前一个地方禁捕最久，曾经达到多久 You know, the bull could be 1 month, 1 year, 10 years. ？10 years？ It depends on the monitoring. So the chiefs will constantly monitor. And if it still needs to be replenished, they would say, nobody go there. 这其实是蛮好，我觉得台湾也可以推动这个。我们也是海岛国家，所以有时候捕鱼捕太多，那个地方的鱼也会不见。我之前看到东港那边他们捕得到的黑尾鱼越来越少，然后也越来越小只。如果那个布偶用在那个东港那边的话，我觉得它是有机会可以恢复像那个黑尾鱼的那个数量的。在回程之前，酋长希望我们能再次感受帛琉美丽的海底世界，于是我们来到乌龙水道。强劲的洋流加上潮汐变化，让丰富的养分引入珊瑚礁群的交界带，可以完整的观察到丰富的生态系统。我们从刚开始下潜不久，就有一只应该叫做燕鱼的鱼种，它一直跟着我们，而且这是从头跟到尾，超级可爱。就是它很像导览的导游，它就带着我们一路到我们结束。就我们第一天就看到玳瑁，它就是轻轻的趴在珊瑚上吃它的食物，然后它也没有就是对我感到害怕的感觉。我就觉得第一天有被帛琉这个地方欢迎，大欢迎的感觉。就是觉得还是很漂亮，可是有点难过，因为有一些珊瑚白化，大概10%。虽然觉得这边的生物过得很开心，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有看到一些开始在白化的珊瑚。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用什么方式可以帮助他们不要继续白化下去？心情还有一点小难过，但眼前突来的美景很快就冲淡了悲伤。歪球，它还刚好变成一颗球哎。对啊，超酷的！而且你下去之后它会分开，然后你上来之后它会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以潜水的术语来说，我们就会说人品大炮棚，大概就是什么生物都看到了，然后天气超级好，太美好了。就是你下到下面，然后看到的物种，它们如此的繁盛，颜色非常的鲜艳的时候，其实你会有一种
你知道他们过得很开心，然后你也因为这样被他们感染到这份开心。我交到了一个鱼的朋友，他一直跟着我，到现在他都还在旁边。不要跟他 say goodbye。这里好漂亮，就是那个跟台湾没有要比啊。我们在以前在台湾没有要比是什么？没有啊，台湾它人类的破坏或许在这片海洋留下许多伤痕，但在海中，我发现海洋自己也有强大的自愈力。只要我们愿意善待它，相信海洋也会用美丽的生命力回头拥抱我们。今天是来到帛琉的第一天，我觉得他们很多事情的概念跟想法很好，而且它是从一个最简朴、最简单、最纯粹的方式开始，就好像是这一趟帛琉，好像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那些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最纯粹的，其实就是我们所拥有并且已经很棒的。吃最简单的，用最简单的，想最简单的，做最简单的事。然后谢谢目前帛琉教导给我跟带给我的，我会继续好好的吸收。おやすみなさい，晚安。It's a bat， 有点像昆虫。哦。哦，哎，这是谁啊？长头啊 ！When the sea level rises, it comes over. The families here had no choice but to move higher up land. Oh my gosh! Oh, like right.